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宏观经济学巨擘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这样评价一本书：这本著作明确、严谨、引人入胜，堪称该领域无与伦比的教科书。另一位诺奖得主、前美联储主席本·波南克更是直言不讳地称赞，其作者是他最喜欢的货币经济学家之一。全球数百所大学将这本书奉为经典，它就是弗雷德里克 ·S. 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这本书乍听起来似乎充满了复杂的公式和遥远的理论，但它讲述的故事却与我们每个人的钱包、我们每天做出的消费与储蓄决策，甚至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息息相关。它如同一部金融世界的侦探小说，带领我们一步步解开那些看似神秘的经济现象背后的谜题。为什么银行有时候愿意付给我们利息，有时候我们存钱反而要倒贴钱？为什么有时候钱好像越来越不值钱了？为什么新闻里那些关于利率升降的决策总能引起市场的轩然大波？这本书的核心魅力就在于它搭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用几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比如对信息不对称的分析、对预期作用的强调，去解释金融体系的结构、金融市场的运作、银行的管理、货币政策的制定等等一系列庞杂的问题。它不是让我们去死记硬背概念，而是递给我们一副透视眼镜，让我们能够看穿纷繁复杂的金融新闻，理解那些经济数据背后的逻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米什金的金融世界，看他是如何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为我们揭开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神秘面纱。在正式踏上这场金融世界的探索之旅前，米什金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全景地图，也就是本书的导言部分。他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本书要探讨的不仅仅是钱这点事。钱或者说货币只是整个庞大金融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角色。这个体系就像一个复杂而精密的机器，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市场，比如你买卖股票的股票市场，企业发行债券借钱的债券市场，还有进行外币兑换的外汇市场。体系里还有形形色色的金融中介机构，我们最熟悉的银行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等。所有这些部分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资金如何在整个社会中流动，从那些有多余闲钱的人手里去到那些需要钱来投资或消费的人手里。这个流动的过程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健康状况。如果资金流动顺畅、高效，企业就能更容易地获得投资，扩大生产，创造就业岗位，我们个人的财富也可能因此增值，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反之，如果这个体系出了问题，资金流动受阻，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不畅一样，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书中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引出了核心问题：为什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我们如此重要？想象一下，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业者，他有一个绝妙的商业点子，能生产出市场急需的产品，但他手头没有启动资金。与此同时，你有一笔辛苦攒下的积蓄放在银行里，只获得微薄的利息，你希望能有更高的回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扮演的就是桥梁的角色，他们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比如股票和债券，让创业者能够向你这样的储蓄者借到钱。这个过程不仅让创业者的点子得以实现，也让你分享到了企业成长的红利。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而这本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原理说明白、讲清楚。米什金还特别强调，学习货币金融学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投资专家，更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更合格的公民。因为金融体系的运作，尤其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深刻地影响着通货膨胀、商业周期和利率水平。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福祉都紧密相连。理解了这些，当你在新闻中看到美联储宣布加息，或者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时，你就不再是一个茫然的旁观者，而是能够理解这些决策背后可能的逻辑，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影响。进入第一部分，金融体系概述。这一部分就像是金融世界的新手册，为我们介绍了最基础的地图和规则。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金融市场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一听到市场，想到的就是人声鼎沸的菜市场或者琳琅满目的超市。金融市场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它更像是一个信息和资金交换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交易的不是蔬菜、水果，而是未来的索取权，也就是金融工具。米什金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方式解释了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资金转移。他说，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就是把资金从那些支出小于收入的经济单位转移到那些支出大于收入的经济单位。
前者我们称之为储蓄者，后者称之为借款者。这个转移过程对经济效率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金融市场，那个有绝妙点子的创业者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这个有闲钱的储蓄者，他的才能和你的资本就都被浪费了。金融市场通过提高经济效率，让整个社会受益。接着，书中详细剖析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给金融市场分类。比如，根据金融工具的期限，可以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交易的是短期债务工具，期限通常在1年以内，就像是金融世界的短期借贷市场，风险相对较低，流动性好。而资本市场交易的则是长期债务工具和股权工具，期限通常在1年以上，比如我们熟悉的股票和长期债券，这更像是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风险和潜在回报都相对更高。书中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美国国库券就是货币市场的代表，而公司发行的股票则是资本市场的代表。此外，还可以根据金融工具是首次发行还是2次转让，分为1级市场和2级市场。1级市场是新证券发行的市场，就像是新房发售，公司或政府通过这个市场直接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而2级市场则是以发行证券进行买卖交易的市场，就像是二手房市场，它为投资者提供了流动性，也就是说，让投资者能够方便地把手里的金融资产变现。一个活跃的2级市场其实对1级市场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书中反问道：如果你买了一只股票，却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把它卖掉，你下次还敢买新发行的股票吗？显然不会。因此，2级市场的存在让投资者更有信心去购买1级市场的新证券，从而也让投资者更容易筹到资金。在介绍完市场结构后，米什金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市场上奔波忙碌的中介、金融中介机构。我们可能会觉得，储蓄者和借款者直接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需要银行、保险公司这些中介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核心的解释：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很好理解，你要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要进行风险评估，要起草法律合同，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金融中介机构因为专业化和规模化，可以大大降低这些成本。比如，银行汇集了成千上万储户的零散资金，然后通过专业的信贷团队去评估和发放贷款，这个效率远比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放贷要高得多。更关键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关于交易标的的信息，这会引发2个严重的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发生在交易之前。书中举了一个经典的二手车市场的例子。在二手车市场，卖主肯定比买主更了解车况，那些车况最差的卖主最急于把车卖掉，他们可能会隐瞒车辆的真实问题。买主因为担心买到柠檬车，也就是次品，所以只愿意出平均价。但这个平均价对于那些车况好的卖主来说又太低了，他们就不愿意卖了。结果就是好车退出市场，市场上剩下的都是差车，最终市场可能因此萎缩甚至消失。在金融市场上，道理是相通的。最需要借钱的往往是那些风险最高的借款人，他们最有可能违约。而贷款人因为无法完全分辨谁是好的借款人，谁是坏的借款人，可能会干脆提高所有人的贷款利率，或者直接收紧贷款。这样一来，那些真正友好的投资项目、风险较低的借款人，可能就因为无法承受高利率而放弃借款。最终市场上只剩下高风险的借款人，这正是贷款人最不想看到的局面。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他们的核心专长之一就是解决这种逆向选择问题。他们通过长期的客户关系、专业的信用评估体系，能够更有效地筛选出优质的借款人，从而让资金能够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另一个问题是道德风险，它发生在交易之后。借款人拿到钱之后，可能会从事比当初承诺的风险更高的活动。因为如果项目成功了，借款人能获得高额回报；如果失败了，损失却主要由贷款人来承担。就像你把钱借给一个朋友，他本来答应是去做个小本买卖，结果他拿着钱去赌场了。金融中介通过在贷款合同中加入各种限制性条款，进行贷后监督等方式来约束借款人的行为，降低道德风险。所以，金融中介的存在绝不是多此一举，他们是金融体系高效运转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和风险控制器。
书中还介绍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中介，比如吸收存款的机构、银行、信用社、契约性储蓄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以及投资中介机构、共同基金、投资银行。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资金枢纽的角色。最后，为了让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有章可循，还需要进行金融监管。书中提到，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增加向投资者提供的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如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财务信息。二是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因为一家大的金融机构如果倒闭，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会通过设置准入门槛、资本充足率要求、存款保险制度等方式来维护金融稳定。这一部分的学习为我们后续理解更复杂的金融现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部分，也是全书的核心腹地之一——利率。利率这个词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但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波动？它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米什金在这一部分里由浅入深，为我们层层揭开了利率的神秘面纱。首先，他从最基础的现值的概念讲起，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极其重要的概念。所谓现值，就是未来的一笔钱在今天值多少钱。为什么未来的100块钱不等于今天的100块钱呢？因为如果你今天有100块钱，你可以把它存入银行或者进行投资，到未来它就会增值。所以未来的钱需要经过折现，才能和今天的钱进行比较。这个折现率本质上就是利率。理解了现值，我们就能理解各种金融工具的定价，尤其是债券。书中详细介绍了不同类型信贷工具的价格计算方法，比如普通贷款、贴现债券、息票债券和永久债券。虽然公式看起来有点复杂，但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一个债务工具的价格等于其未来所有现金流的现值之和。这个定价原理是现代金融的基石。接着，一个更重要也更有趣的概念出现了：到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是衡量利率最精确的指标。它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能使一个债务工具未来所有现金支付的现值正好等于其今天市价的那个利率。这个概念有点绕，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你以当前市价买入一个债券，并一直持有到它到期，你在这期间所能获得的年化回报率。为什么说它最精确呢？因为名义利率或者票面利率可能会有误导性。比如，一张票面利率为 5% 的债券，如果它的市场价格下跌了，你以更低的价格买入，那么你实际的到期收益率就会高于 5%。反之，如果市场价格上涨了，你的到期收益率就会低于 5%。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甚至有点反常识的结论：债券价格和利率是负相关的。当利率上升时，已发行的债券价格会下跌；当利率下降时，已发行的债券价格会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给出了清晰的解释。想象一下，你去年买了一张利率为 5% 的长期债券，今年由于市场利率上升，新发行的同类债券利率变成了 8%。那么你手里那张 5% 利率的旧债券吸引力是不是就下降了？谁还愿意用原价买一张收益率更低的债券呢？所以为了能把它卖出去，你只能降价出售，降到它的实际收益率也接近 8% 的水平，才会有买家。这个反向关系对于理解债权投资的风险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长期债券而言。米什金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利率风险。长期债券的价格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短期债券。一个10年期债券的价格在利率发生 1% 的变动时，其价格的波动幅度可能是一个1年期债券的数倍。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长期债券的现金流支付发生在更遥远的未来，在用一个更高的利率进行折现时，这些遥远现金流的现值会大幅缩水，从而导致整个债券的价格下跌得更厉害。这就提醒我们，投资长期债券看似锁定了未来的收益，但如果市场利率上升，你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资本损失。最后，书中还区分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就是我们通常在银行挂牌或者债券票面上看到的利率，它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实际利率则是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后得到的利率。实际利率更能反映借贷的真实成本和储蓄的真实回报。举个例子，如果你把钱存入银行，名义年利率是 3%，
但当年的通货膨胀率是4%，那么1年后你取出的本息虽然钱的数额变多了，但能买到的东西实际上变少了。你的实际利率其实是3%减4%等于1%，所以真正影响我们消费和投资决策的应该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当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即使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也会下降，这会鼓励人们借款消费，而不是储蓄。理解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的区别，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影响人们的预期来调控经济。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利率的水平和变动呢？这正是本书第3部分，也就是金融市场这一篇章要解答的核心问题。米什金在这里引入了经典的资产需求理论，并运用供求分析框架，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理解债券市场和利率决定的模型。这个模型非常直观，就像分析菜市场里白菜的价格一样，债券的价格或者说利率，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反向关系，也是由债券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首先来看债券的需求，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购买债券的意愿呢？书中总结了4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财富。当我们的财富增加时，我们可用于投资的钱就变多了，对债券的需求通常也会增加。这就好比你中了彩票，你可能会考虑多买一些金融资产，其中就包括债券。第二个是预期回报率。我们购买一种资产，自然是看重它的回报。如果预期未来利率会下降，那么根据前面讲的负相关关系，就意味着预期债券价格会上升，这时购买债券的预期回报率就很高，需求就会增加。反之，如果预期未来利率会上升，债券价格会下跌，那么现在购买债券的需求就会减少。此外，相对于其他资产，比如股票的预期回报率也会影响对债券的需求。如果股市预期会大涨，那么资金可能就会从债券市场流向股票市场。第3个因素是风险。债券相对于其他资产，比如股票的风险越小，人们就越愿意持有它，需求就越大。如果债券市场的波动性突然加剧，那么它的风险就增大了，需求就会下降。第4个因素是流动性。一种资产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变现的能力就是流动性。相对于房地产等资产，债券的流动性要好得多。如果债券的流动性相对于其他资产提高了，比如交易变得更加方便快捷，那么对它的需求也会增加。理解了这4个因素，我们就掌握了分析债券需求曲线移动的钥匙。接着看债券的供给。谁会发行债券来借钱呢？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影响他们发行债券意愿的因素主要有2个。第一个是投资机会的预期盈利能力。当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认为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投资项目时，他们就会更愿意借钱来扩张，因此会发行更多的债券，债券的供给就会增加。在经济扩张期，我们通常会看到债券供给的增加。第二个是政府的借款需求。当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也就是支出大于收入时，它就需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这个缺口。因此，政府赤字的增长会导致国债供给的增加。现在我们把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放到同一个坐标系里，它们的焦点就决定了债券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而均衡价格一旦确定，均衡利率也就随之确定了。有了这个强大的分析工具，我们就可以分析各种经济事件对利率的影响了。比如，书中分析了商业周期对利率的影响。在经济扩张期，一方面国民财富增加，企业投资机会的预期盈利能力也增强。财富增加会使得债券需求增加，而投资机会增多会使得债券供给增加。那么利率到底会上升还是下降呢？书中指出，通常情况下，经济扩张期债券供给增加的幅度会超过需求增加的幅度，因此均衡利率倾向于上升。至于我们的观察也是一致的，在经济繁荣时期，利率水平通常会比较高。再比如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如果人们普遍预期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会上升，会发生什么呢？对于债券的需求方来说，更高的通胀意味着债券的实际回报率下降了，因此债券的需求会减少，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对于债券的供给方借款人来说，更高的通胀意味着未来偿还债务的真实成本降低了，因此他们更愿意借款，债券的供给会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需求减少，供给增加，这2个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必然是债券价格下跌，利率上升。这就是著名的费雪效应，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会导致名义利率的上升。
这个模型不仅能解释利率为什么会波动，还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债券利率会存在差异，也就是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利率的风险结构指的是期限相同的不同债券为什么利率会不一样，主要有3个原因：违约风险、流动性和所得税待遇。违约风险是指债券发行人无法按时支付利息或偿还本金的可能性。风险越高的债券，比如一些公司的垃圾债券，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利率作为风险补偿，这部分高出的利率被称为风险溢价。流动性差的债券，投资者也要求更高的利率作为补偿。而对于税收，比如在美国市政债券的利息收入是免缴联邦所得税的，因此即使它的风险和流动性与公司债券相似，其利率也会低于公司债券。利率的期限结构则是指期限不同占风险、流动性和税收待遇都相同的债券其利率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用收益率曲线来表示这种关系。收益率曲线通常是向上倾斜的，也就是说长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但有时候它也会变得平坦，甚至向下倾斜，也就是出现所谓的收益率倒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书中介绍了3个理论来解释：预期理论、市场分割理论和流动性溢价理论。预期理论认为，长期利率等于人们对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收益率曲线会随着人们对未来利率预期的变化而移动。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是相互独立的，各自的利率由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流动性溢价理论则结合了两者的观点，他认为长期利率等于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平均值，再加上一个流动性溢价。因为长期债券的利率风险更大，流动性更差，所以投资者会要求一个额外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流动性溢价。这个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益率曲线通常是向上倾斜的，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短期利率预期会大幅下降时，收益率曲线可能会出现倒挂。理解了利率的决定因素及其结构，我们就像是拿到了解读金融市场信息的一把关键钥匙。当我们把目光从抽象的金融市场转向更为具体的金融机构时，一个核心问题摆在了面前：这些机构是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战场上生存和发展的？第4部分，金融机构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米什金首先强调，金融中介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正是因为他们在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2个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顽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果没有这些中介，金融市场可能会因为充斥着柠檬而陷入瘫痪。书中详细阐述了金融中介机构用来克服这些问题的18般武艺。为了对抗逆向选择，也就是在贷款发生前筛选出劣质借款人，金融中介采取了多种策略。比如私人生产和销售信息，像穆迪、标准普尔这样的信用评级机构专门收集和分析公司的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出售给投资者，帮助他们判断债券的违约风险。但这里存在一个搭便车问题，如果一家机构花钱买了信息，其他没花钱的人也可以看到评级结果，从而跟着投资。这会削弱信息生产机构的盈利能力，导致信息供给不足。因此，更有效的方式是金融中介自己来生产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放贷，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利润，这就避免了搭便车问题。银行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通过审查借款人的申请材料，调查其信用记录来筛选客户。此外，政府监管也能起到帮助作用，比如强制要求企业披露财务信息，增加市场透明度。金融中介还能通过建立长期的客户关系来获取关于客户的更多信息，从而更准确地评估其风险。对于道德风险，也就是在贷款发生后防止借款人从事高风险活动，金融中介也有一套应对方案。一个关键工具是抵押和净值。如果借款人提供了价值不菲的抵押品，或者自身拥有很高的净值，资产减去负债，那么一旦违约，他自己也会损失惨重。这就像是把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大大降低了借款人从事道德风险行为的动机。书中戏谑地反问道：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和一个拥有100万豪宅的人，谁会更爱惜自己的信用记录？答案不言而喻。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涉及带有限制性条款的债务合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合同里通常会包含各种条款，比如禁止借款人从事某些高风险的投资，要求借款人维持一定的财务指标，或者定期向银行报告经营状况。这些条款就是为了约束借款人的手脚，防止他们拿着银行的钱去冒险。
当然，仅仅有条款还不够，还需要进行监督。银行会定期派信贷员去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确保贷款资金被用在了约定的地方。这些工具的运用都体现了金融中介在信息处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价值。接着，书中将分析的焦点具体到我们最熟悉的金融中介——银行业。银行的业务看起来很简单，就是吸收存款，然后发放贷款，赚取利差。但实际上，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是一门精深的学问。银行的资产主要是贷款和持有的证券，而负债主要是储户的存款。银行经营的核心挑战在于它的负债，存款通常是短期的，流动性很高，储户随时可能来取钱，而它的资产贷款通常是长期的，流动性很差的。这种期限错配使得银行天然地面临着流动性风险。为了管理这种风险，银行需要进行审慎的资产负债管理。在资产管理方面，银行需要在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做出权衡。他们会寻求发放利率较高、违约风险可控的贷款，同时也会持有一部分高流动性的资产，如国库券作为准备金，以应对储户的取款需求。在负债管理方面，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不再是被动的等待存款，而是主动的通过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等方式，从货币市场上购买资金来支持其贷款业务。而现代银行管理的核心是资本充足率管理。银行资本，也就是银行的净值，是抵御资产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银行发放的贷款出现大量违约，损失会首先由银行的资本来吸收。如果损失超过了资本，银行就会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因此，监管机构会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银行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提出最低要求，以确保银行有足够的能力抵御风险，保护存款人的利益。银行也可以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来管理风险，比如进行利率风险管理。当利率上升时，银行的资产如长期固定利率贷款价值会下跌，而负债如短期存款的成本会上升，这会导致银行利润下降。为了对冲这种风险，银行可以运用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或者调整其资产和负债的利率敏感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匹配。在介绍了银行的微观运营之后，米什金将视野扩大到整个银行业和金融创新的宏观层面。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书中给出的解释是，金融创新的背后是追逐利润的动力，以及对规避监管和应对金融环境变化的反应。例如，为了规避过去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银行发明了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和大额可转让存单等新的金融工具。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创新，比如自动取款机 ATM、网上银行和电子支付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们与银行打交道的方式。这些创新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最后，这一部分还探讨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贯穿于金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米什金提供了一个分析金融危机的动态框架。他指出，大多数金融危机的爆发都遵循一个相似的路径，由资产市场泡沫破裂、银行恐慌或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等因素引发，然后通过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恶化，导致金融体系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最终引发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在危机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急剧恶化，资产价格暴跌，导致企业和家庭的净值大幅缩水，这使得贷款人更难分辨好的借款人和坏的借款人，逆向选择加剧，也使得借款人更倾向于进行高风险投资，道德风险加剧。银行为了自保会大幅收紧信贷，导致信贷紧缩，即使是健康的企业也难以获得融资，从而加剧了经济下滑。如果危机还伴随着银行恐慌，也就是大量存款人因担心银行倒闭而集中涌向银行提取存款，那么情况会更加糟糕。银行被迫廉价抛售资产以应付取款，这会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导致更多银行陷入困境，形成恶性循环。书中通过对历史上多次重大金融危机的案例分析，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生动地展示了这个理论框架的解释力。理解金融危机的成因和传导机制，对于我们理解为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监管，以及中央银行在危机中扮演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至关重要。在深入了解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微观运作之后，全书的重心转移到了宏观层面，进入了第5部分：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执行。这一部分将为我们揭示那个在金融世界中拥有至高权力的神秘机构——中央银行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它是如何通过其政策工具来影响整个经济的。首先，米什金为我们介绍了中央银行的结构和职能。以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简称美联储为例，其设计精妙地体现了权力的制衡，既要独立于短期的政治压力，又要对公众负责。美联储的结构包括联邦储备理事会、12家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其中 ，FOMC 是决定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水平的核心决策机构。书中强调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让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呢？因为政治家们往往有短视的倾向，他们可能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而倾向于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即使这会带来长期通货膨胀的风险。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更专注于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目标，而免受短期政治利益的干扰。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强的国家，其通货膨胀水平通常也控制得越好。那么，中央银行究竟是如何控制货币供给的呢？这就涉及到了解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货币创造的过程。中央银行的资产主要是政府证券和对银行的贷款贴现贷款，而其负债主要是流通中的通货和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这两项负债加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基础货币是整个货币供给的基础。商业银行体系可以通过一个被称为存款创造乘数的过程，在基础货币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广义货币，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 M1、M2。这个过程的原理是，银行吸收一笔存款后，只需留下一部分作为法定准备金，按监管要求必须上缴中央银行或留存自身的资金，其余部分可以用于发放贷款，而这笔贷款又会以存款的形式进入另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同样只需保留部分准备金，又可以继续放贷，如此循环往复，一笔初始的基础货币最终能够派生出数倍于其自身的存款货币。这个存款创造乘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率越低，银行能用于放贷的资金就越多，货币乘数就越大。理解了这个机制，我们就知道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3个主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贴现贷款和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工具。当中央银行想增加货币供给时，它就会在公开市场上从银行手中购买政府证券。这样一来，中央银行就把前基础货币注入了银行体系，银行有了更多的准备金，就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从而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扩大了货币供给。这个过程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中央银行想减少货币供给，它就会卖出政府证券，从银行体系中抽回基础货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由中央银行完全主动控制，并且操作灵活，可以进行大规模操作，也可以进行微调，而且很容易逆转。第二个工具是贴现贷款，也就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中央银行通过设定贴现率，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利率来影响银行的借款意愿。降低贴现率会鼓励银行向央行借款，从而增加基础货币，扩大货币供给。但书中指出，贴现贷款更多的被视为一种稳定金融体系的工具，而不是日常调节货币供给的工具。中央银行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在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紧张时提供资金支持，可以有效防止银行恐慌的蔓延。第3个工具是法定准备金率。理论上，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会改变货币乘数，从而影响货币供给。但米什金指出，在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改变法定准备金率，因为频繁的调整准备金率会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扰乱其正常经营。所以这更像是一个巨斧，而不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手术刀。在现代中央银行的实践中，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已经从直接控制货币供给量转向了定住某个短期利率，比如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是银行之间相互拆借隔夜准备金的利率。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准备金的供给，从而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其设定的目标区间。为什么是盯住利率而不是货币量呢？书中解释说，因为货币需求在短期内波动很大，如果央行死守一个货币供给目标，那么利率就会大幅波动，这不利于经济稳定。而通过盯住短期利率，央行可以为经济提供一个更稳定的金融环境。当美联储宣布加息或降息时，它实际上是在宣布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
这个短期利率的变化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传导机制，最终影响到长期的贷款利率、企业的投资决策、家庭的消费行为，以及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和产出水平。这一部分的学习让我们走进了货币政策的驾驶舱，明白了中央银行是如何运用它的工具箱，试图驾驭经济这艘巨轮的。理解了中央银行如何执行货币政策之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到我们身边的宏观经济的？这正是第6部分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所要探讨的核心。尽管标题涵盖国际金融，其内核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与最终影响。米什金在这里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就是从中央银行调整政策利率到最终影响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整个链条。这个传导机制并非单一的渠道，而是一个由多个渠道构成的复杂网络。最传统的渠道是通过利率影响投资。当中央银行降低政策利率时，银行的贷款利率也会随之下降，这会降低企业投资的成本，从而刺激企业增加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家庭而言，房贷利率和汽车贷款利率的下降也会刺激他们购买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会推动总需求的扩张，从而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除了传统的利率渠道，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其他的传导渠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是资产价格渠道。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影响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例如，降息会使得债券的吸引力下降，资金可能流向股市，推高股价。同时，较低的利率也使得持有房产的成本降低，可能推高房价。资产价格的上涨会产生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当人们感觉自己更富有时，他们会增加消费。此外，较高的股票价格也使得企业通过发行新股来融资的成本更低，这会促进投资。另一个渠道是信贷渠道，这个渠道特别强调了信息不对称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信贷渠道又可以分为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贷款渠道认为，当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时，银行的准备金会减少，可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也会减少。对于那些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可能就很难获得融资，被迫削减投资和生产。资产负债表渠道则关注企业和家庭净值资产减去负债的变化。当货币政策收紧、利率上升时，可能会导致股价和房价下跌，从而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净值。净值的下降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净值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抵押品。贷款人会认为这些企业和家庭的风险变大了，从而不愿意向他们放贷，或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同样会导致投资和消费的下降。最后，还有一个汇率渠道。在开放经济体中，当一国降低利率时，其本国货币资产的吸引力会下降，导致资本外流，本币会倾向于贬值。本币贬值意味着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便宜，而进口商品变得更昂贵，这会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从而增加净出口，推动总需求扩张。理解了这些复杂的传导机制，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货币政策的效果往往存在实质，也就是说，从政策出台到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通常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这些渠道的传导都需要时间，比如企业做出新的投资决策，家庭调整消费计划，都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呢？书中指出，现代中央银行普遍将物价稳定作为其首要的、根本性的目标。为什么物价稳定如此重要？因为高且不稳定的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本，它会扭曲价格信号，使得企业和个人难以做出合理的决策。它会侵蚀储蓄的价值，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它还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抑制长期投资。米什金强调，物价稳定并不意味着零通胀，而是指一种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比如每年2%左右。一个低而正的通胀率可以为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的操作空间，避免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陷阱。通货紧缩也就是物价的持续下跌，对经济的危害甚至比通货膨胀更大，因为它会增加债务的真实负担，并促使人们推迟消费，因为预期未来东西会更便宜，从而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死亡螺旋。为了实现物价稳定这个目标，中央银行需要一个名义锚，也就是一个用来定位物价水平的名义变量。这个名义锚可以是一个货币总量目标，也可以是一个汇率目标，或者是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采纳了通货膨胀目标制。这种制度的核心是
中央银行公开宣布一个中期的通货膨胀目标，并承诺运用其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当公众相信中央银行会致力于控制通胀时，他们的通胀预期就会被稳定住，这本身就有助于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但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也面临着两难困境。比如在短期内，稳定物价和稳定经济活动、实现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当经济受到负面的供给冲击，比如油价暴涨时，既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又会导致产出下降。这时，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如果采取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恢复产出，又可能会让通胀失控。这种两难处境正是货币政策艺术性的体现。书中还讨论了货币政策操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应该遵循规则还是相机抉择。遵循规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制定要遵循一个预设的、公开的公式，比如著名的泰勒规则。而相机抉择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当下的经济状况，灵活地做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决策。支持规则的观点认为，这可以约束政策制定者的短期行为，建立政策的可信度；而支持相机抉择的观点则认为，经济是复杂多变的，任何简单的规则都无法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需要赋予政策制定者一定的灵活性。米什金的观点更倾向于一种受约束的相机抉择，即政策制定者在一个明确的框架和目标，如通胀目标制下，拥有一定的决策灵活性。这一部分的学习让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深刻理解了货币政策如何渗透到经济的毛细血管，以及中央银行家们在决策时所面临的权衡与挑战。最后，全书以第7部分金融的宏观经济学作为收官，将前面所有关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货币政策的知识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这一部分的核心是建立和运用总供给总需求 SAD 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影响短期和长期的产出与通货膨胀。首先，米什金为我们介绍了总需求曲线。总需求曲线显示的是在每一个给定的物价水平上，经济中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量。这条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也就是说，物价水平越高，总需求量越小。为什么呢？书中给出了几个解释：一是财富效应，物价水平上升会降低人们手中货币的真实价值，感觉变穷了，消费就会减少；二是利率效应，物价水平上升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推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三是汇率效应，物价水平上升会使得本国商品变贵，导致净出口下降。任何能够影响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或净出口的因素，除了物价水平自身的变化，都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移动。比如，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息会刺激投资和消费，使得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接着，书中介绍了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要区分长期和短期。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是因为在长期中，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及潜在产出水平是由其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决定的，而与物价水平无关。无论物价是高是低，在长期中，经济都会运行在其潜在产出水平上。短期总供给曲线则是向上倾斜的，也就是说，在短期内，物价水平的上升会导致产出量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粘性工资或粘性价格的存在。比如，工人的名义工资通常是短期内固定的，当物价水平意外上升时，企业的销售价格上涨了，但付给工人的工资没变，企业的利润就会增加，这会激励他们增加生产。任何影响企业生产成本的因素都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比如，油价上涨会增加生产成本，使得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而技术进步则会降低生产成本，使得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将总需求曲线、短期总供给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放在一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经济的短期均衡点是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它决定了当期的产出和物价水平。而经济的长期均衡点则要求这3条曲线相交于一点，此时经济的产出等于其潜在产出水平，物价水平也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利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清晰地分析各种经济冲击和政策变化的影响。例如，假设经济最初处于长期均衡状态，此时政府突然增加了支出，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会导致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短期内，经济会移动到一个新的均衡点，产出增加，物价水平也上升，经济出现了过热。但是，这个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产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高涨的需求会使得工资和生产成本逐渐上升，这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最终，经济会回到长期总供给曲线所代表的潜在产出水平上，但代价是物价水平永久性的提高了。这个分析告诉我们，在长期中，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影响物价，而不能影响产出。再比如，分析一次负面的供给冲击，如石油危机，油价飞升，使得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会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即产出下降、经济停滞和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并存。面对这种情况，政策制定者非常棘手。如果他们采取扩张性的需求政策来刺激经济恢复产出，那么通货膨胀将会进一步恶化；如果他们采取紧缩性的需求政策来抑制通胀，那么经济衰退将会更加严重。这个模型清晰地展示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权衡。书中还运用这个框架深入探讨了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动态。它区分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由总需求持续向右移动引起，和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由总供给持续向左移动引起。模型显示，只有在总需求持续扩张的情况下，才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而持续性的总需求扩张，其背后几乎总是有货币政策的影子。当政府持续出现高额财政赤字，并且迫使中央银行印钞来为其融资时，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最后，书中还讨论了人们的预期在宏观经济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货膨胀预期，它会直接影响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位置。如果工人和企业预期未来通胀会很高，他们就会在一开始就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和设定更高的价格，这会使得短期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导致即使在没有需求冲击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这就凸显了中央银行管理通胀预期的重要性。一个拥有高度可信度的中央银行能够将公众的通胀预期锚定在一个低而稳定的水平上，这本身就是抑制通胀、稳定经济的有力武器。这一部分的学习就像是登上了山顶，让我们能够俯瞰整个宏观经济的全貌，理解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政策之手是如何试图在这复杂的系统中寻找平衡的。至此，我们跟随米什金的脚步，完成了一次对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巡礼。从最基础的金融市场功能到利率的决定，再到金融机构的微观运作、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以及最后将所有知识融会贯通的宏观经济模型，这本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而严谨的分析框架。它没有提供任何投资致富的捷径，也没有给出任何确凿无疑的未来预测，它做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思维工具。读完这本书，你或许依然无法准确预测下一次股市的涨跌，但当你再次面对纷繁复杂的金融新闻和经济数据时，你将不再感到迷茫和无助。你会开始思考利率变动背后的供求力量，会去分析一项金融创新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会去理解中央银行每一次决策背后的逻辑与权衡。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而耐心的向导，它带领我们穿过了金融世界的迷雾，指明了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基本规律。当然，任何文字的转述都无法替代亲自阅读所带来的思考与体验。书中的图表、案例和各种专栏细节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如果这次讲解激发了你对这个领域的好奇心，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翻开原著，亲自踏上这场探索金融世界奥秘的旅程。